这辆车在整个比亚迪品牌的设计历史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辆车。它是什么呢？就是比亚迪宋 L。今天正好赶上比亚迪宋 L EV 的试驾活动啊，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，过来给大家拍一拍。为什么说它是整个比亚迪设计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车呢？比亚迪车长什么样，大家都知道啊。之前一直是圆圆润润的，在宋 L 这个车开始，比亚迪的设计开始突破，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那么这是这个时代的第一款车，并且它是一个量产车，不是一个概念车。后面的比亚迪车或多或少都会跟着这个潮流往下走，都有它的元素。所以说它是整个比亚迪设计进化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车型。咱们来看看它的设计有哪些进化，有哪些不同。首先最大的变化就是 A 柱这一块。我们知道之前的大部分车啊，包括比亚迪车 A 柱都是圆的，连下来跟车身同色的。那么宋 L 做了一个开放式的 A 柱，它跟车身并不在一起啊，它营造了一个侧窗和前窗全景的一个效果。然后 A 柱在里边是一个配件，它的形状是跟着窗走的，并且做成黑色的，让它隐藏起来。这样的话，整个车侧面看起来就是向前开放，很帅的感觉，是吧？往前冲的那种感觉。同时，它的整个车身形面也是不再是那种圆圆润润，到最后一定要收回来的那种，它全部放开了。大家看这个腰线，从前到后，然后直接就开放去，啊，中间这条也是通过这个装饰物直接到下面也开放去。这样的话，两条开放线条一打开，这车就特别的潇洒，是吧？特别帅，跟之前的比亚迪就特别不一样。啊，这辆车的整个尺寸呢，4.84米的长度，1.93米的宽度，1.5米几的高度，整个尺寸还算比较克制，跟最近上这一大波的 SUV 都差不多啊，什么乐道 L60啊，极氪 X 呀，蓝图知音啊，基本上都是这个尺寸。这个尺寸的优势在哪儿？它能保证足够大的车内空间的同时，车身又不是特别大啊，没有5米多长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尺寸现在来讲是新一代的黄金尺寸，就跟过去的本田 CR-V 啊、丰田 RAV4 那个尺寸一样啊。现在是黄金尺寸，大概是这样的。那这辆车从形制上来看呢，大家镜头里看，其实有点介于 SUV 和那种 shooting brake 之间的感觉，是吧？大溜背，但是又很低矮。比亚迪对它的定位呢是一辆 SUV。那么在我看来，其实它也有一定的列装车的属性啊，大溜背。整个车身相对低矮，而这辆车呢，它不带空悬，所以说为了有一个好的底盘间隙，这车给了一个比较大的底盘高度。从视觉上来讲，说实话有点出戏，对吧？不够帅，有点高啊。毕竟作为一辆电车，它的绝对车身厚度还是大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它从这个水切一直到下面，这个绝对厚度是大的。那从视觉上，它要减薄这个厚度，用了一什么手法呢？中间拉了条黑线，把车身割裂开。啊，很多车是作为大黑边儿，是吧？它是拉了条黑线，割裂开之后，大家从镜头里看，这车就没那么厚了，就相对薄了一些。但是它绝对厚度还在那儿，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把这个减掉。把这高度如果减掉之后，它的绝对的底就快秃噜地了，就很低了，这个没有足够的底盘间隙了。所以说，这也是电动车时代车设计的一个问题。你做这种低趴的、低视觉重心的车，但是你实际的底盘的底下的量是不够的。然后它的整个侧面也是追求尽可能的平整。大家看这几块玻璃，前面的角窗和前玻璃、壁柱、后玻璃、最后的玻璃之间没有缝，全部都是用胶条直接连接的啊，包括壁柱也用了一个玻璃材质，它追求一体的、晶莹剔透的这感觉。这个质感还是挺棒的啊，从侧面看倍儿平，是吧？但是也有点小问题，就是你追求了这么平整之后，你发现车窗的密封条会从前侧窗里边透出来，啊，后面带隐私玻璃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大家如果对侧面这种一体化追求比较高的话，建议把这块玻璃贴一个相对黑一点的太阳膜，这样它就比较帅，就是戴头盔一样，是吧？全是黑的。这辆车的车头也是体现了一个全新的风格。啊，它的整个的宋这一块的装饰块非常的整，非常的宽，是一个整体。后面的大家看到的宋 Pro 啊，像宋的其他的新款车都是这风格，就把前面做的更为封闭，更为完整，这样看起来更简洁。下面做了一个比较帅的扩散器啊，小裙边儿，
这都是相对想追求运动型风格车常用的元素。这辆车的全景天幕，在我看来是为数不多的全景天幕能参与到设计之中的。看它整个是一个大玻璃顶，一直连接到这儿，跟尾翼衔接，最后是后玻璃。尾翼放的比较低，比较靠后，整个造型也比较动感，跟赛车一样立着这个小灯，是吧？所以说后玻璃和全景天幕形成了一体。后尾巴还是比亚迪的经典的老元素啊，贯穿式尾灯。插进去的后盖，然后它把后盖的开关机构巧妙地隐藏在这儿，你完全看不到啊。这有一个小标识，所以说后尾还是比较简洁平整的。车牌子正好放在杠和这个盖中间这黑缝里，比较简洁，比较巧妙，也是比亚迪的家族设计。下面咱们拉开门走进内饰，一拉开发现无框窗啊，无框窗还是比较帅的，是吧？烘托了运动感，同时也只有靠无框窗才能实现这种绝对简洁的平整。如果有框的话，这儿会多出一个缝儿来，这就不好看了。比亚迪宋 L 的整个内饰风格也是在之前比亚迪的风格上进行了一个进化。首先质感提升非常明显，整个的仪表台全部用皮革包覆，真缝线，包括整个方向盘上气囊盖也是真缝线，真的皮革包覆，包括内饰的搭配。上面是黑色皮革，中间做了一个类似于拉丝铝的塑料面板，还比较时尚。然后下部用了翻毛皮，全部软化，全部带缝线，整个质感的提升还是比较大的。包括整个顶，全都是翻毛皮包覆的。中央还是这个经典的可以旋转的大屏啊，虽然实际使用中立着用的朋友并不是特别多啊，但是它依然保持了这只有比亚迪有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它的空调出风口设计还是不错的，中间有4个小出风口，我们可以任意调节它的角度。它没有用那种一条缝的隐藏式出风口，其实那种出风口问题很大。一方面它的高度有限，就是它的高度锁得太死；二一个你想调风向什么都得从屏幕里调，巨麻烦。那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，就证明比亚迪还是把车造的比较明白的那种传统车企啊，他知道什么东西大家是必须要的，对吧？挡把有了全新的风格啊，是一个机甲风的，但实际上是封在一个透明的有机玻璃里面的，就不再是原来那个水晶挡把啊，更帅了，更有自己的风格了。包括座椅也是啊，座椅做了一个看似一体化赛车座椅的，实际上头枕能调节一部分的这么一个座椅，中间也用了翻毛皮打孔，还有双色搭配啊。总体来讲，这一把比亚迪宋 L 就是想追求更运动、更帅气的汽车设计。同时还带着原来比亚迪的风格，我觉得这是比亚迪设计的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。就这么多年，它其实一直在进化速度并不算快，但它一直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些东西往前走，就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比亚迪，这在中国品牌里是比较可贵的。咱们到后排来感受一下，前面是我正常驾驶乘坐位置，空间还是可以的，1拳2拳啊，2拳的空间，而且座椅垫的高度也还行。这种电车就怕，尤其高度不高的电车就怕蹲着，是吧？它还可以，基本上能带住腿。这个坐垫高度基本上跟油车差不多了。后排纯平，提供了一个小的触屏，能控制空调，但是触屏比较古老，不是现在的那种液晶屏，包括上面的字体都是那最老的那个液晶的那种字体，挺复古的啊。其他的配置就没有太多了啊。我们看看这个扶手里有啥，杯架。啊，带阻尼感的，这高级感还可以，这儿能放一点东西。它的后靠背提供了手动可调的功能，大家看最立大概是这样，最躺是这样，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，感觉有10度以上，这个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，能让我们坐得比较舒服。头部空间还可以啊，这个全景天幕偷空间没白偷，你看正好是吧？如果这是一个普通的天窗这么低的话，就蹭脑袋了，所以这个全景天幕没白用。隔热率还可以，现在太阳暴晒着我也不会觉得太热啊。现在这个全景天幕的隔热这一关大家基本上都过了。咱们打开后备箱，看看后备箱空间怎么样啊？4.8米几的车啊，还是很长的，长度是够的，而且这种掀背车的开口特别大，这是一个重大优势啊。像我们3厢车只能开这么一小口进去掏东西是吧？它有一个大开口，但是我在这个后备箱里没有见到帘儿，就是中国的现在这些车都不做这个了。因为咱国家治安好，知道在欧洲你不做这个，里边放个包，后挡玻璃绝对就没了，是吧？
整个后备箱盖是电动的，这当然啊，现在这个档次车肯定是标配的。后面的尾翼也是电动，可以升降的，而且即使在关闭状态，整体感也非常好，隐藏的非常好，只有一个小小的缝儿。比亚迪这把设计真的水准大幅提升，很简洁，很巧妙。咱来开一圈这个宋 L EV。首先，我的第一感受是我的坐姿视野和之前的比亚迪完全不一样，这就是视野很通透，同时呢，包围感又很强，穿入感又很强，像个德国车。就座椅也比较舒展，转向柱也够长，我可以端着转向柱，手枕在这儿开，就很像开个奔驰的感觉。这个在之前的比亚迪车上没有找到过，之前比亚迪都是丰田坐姿，都这么开的，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大的进化。而整个车的质感走起来也是比较德系，就是温润厚重，方向盘挺重，挺有韧劲儿，还让我还想多打几下的那种感觉，不像原来的比亚迪特轻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总体来讲，这车开起来像奔驰。这个不仅仅是内外设计有巨大的进化，驾驶感受变化也挺大的。了解技术参数，咱们这辆是一个4驱版的啊。这车0到100加速4.3秒，前后双电机，有84度的电池，续航大概是602公里，这么一个水平。价格是24.98万，就是接近25万，带全套的辅助驾驶系统，而且还是非常先进的。这就是今天带大家体验的比亚迪宋 L EV，主要讲的是内外设计。因为这个设计我认为特别重要，在整个比亚迪历史上，甚至于中国的新能源车历史上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。所以今天主要讲了这个，后面有机会再细给大家讲它的能耗啊、辅助驾驶啊这一系列的，做的都是非常优秀的。毕竟比亚迪的体量在这儿呢，是吧？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白话EV，咱们下期再见。